大家好，我是 Masa。日式早餐的主食选择很多，除了普通白饭以外，煮一锅炊き込みご飯，就是炊饭，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因为早上煮的最好不要做很复杂的，简单一点的食材煮起来，跟一碗味噌汤一起就可以享受非常疗愈的早餐。那做法是很简单，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做。好了，那首先我们要处理这个生米，这边准备的是一般的生米，那我没有特别指定哪一个牌子，大家习惯用的米就可以了。只要记得最好还是用这种团米，就是不是长长的那种的米，像这种米的话，煮起来的口味是跟日式的炊饭比较接近的。那这个生米先冲洗一下。然后接下来要泡水，大概30分钟。然后这边有已经泡水过的，一模一样的分量，只有冲洗，然后泡水之后沥干的状态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米的颜色是变更白，然后稍微变大一点的。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，泡水之后一定要沥干，你要去掉多余的水分。好了，现在就要开始切蔬菜。那因为这一道叫 Kinoko no炊き込みご飯 ，Kinoko 就是菇类，所以我这边会用到很多种类的菇。那这些菇类大家可以自己选哪一种的菇类比较喜欢的，就直接切一切就好了。好了，这边我有红喜菇，应该会用大概一半就好了。先切一半，然后屁股这边先切进去。根的部位切下来，然后剩下就用手这样子撕一撕就好了。接下来我来切 enoki， 就是金针菇，还是一样，我来用大概一半就好了。它的下面还是连在一起，所以你可以用手这样子把它撕下来，然后再来切整，大概一半就好了。接下来我要切干燥的香菇。它已经泡过，当然该用新鲜的香菇也可以哦。然后这边我有准备的红萝卜，因为只有菇类的话，颜色面就不太够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加一点不一样颜色，也是会有不一样的口感，还有营养分，所以我这边决定用红萝卜，先切整波片，大概20公克吧，然后再来切丝。还有另外一个食材，我有准备四季豆，它已经穿烫过的。因为等一下要加入这些绿色类，我的习惯是先分开加热，然后最后煮好的料理里面加进去，就是加上一个漂亮的绿色颜色。好了，处理食材的流程就完成了，非常的简单吧？那加热的流程也是很简单，连拌炒的动作都没有，直接把那个食材加进去煮一煮就好了。这边就是泡过的米，已经沥干好了，那就把它倒进去，然后倒入日式高汤。加入调味料，这个之前我有解释过。如果使用大概150公克的米，就是1杯米的话，你可以加入大概半小匙的盐巴，这样的话煮起来的咸味是差不多，就是刚刚好的样子。然后其他的调味料就是为了加一点风味的，所以不需要加太多，不然的话加热时候容易焦。加入高汤还有调味料之后，先开火，等到开始滚，这个时候你还可以搅拌，所以确认米饭都没有粘在锅子下面。好，那我来加入红萝卜，因为它需要很久时间才会软的，所以先把它放进去。然后接下来加入其他菇类。看起来是很多，但是这些菇类是加热起来就很会缩小的，所以不用担心哦。然后盖起来，转最小火，继续加热大概8分钟。
我刚刚盖剪了自己，我有加入了奶油，那这个是 optional， 加不加都可以的，因为我个人很喜欢这个菇跟奶油这个两个的组合。虽然它是日式，但是我还是会加入一点一点的西式的风味。好了，那我们先这样子小火慢慢等哦。好，现在已经有8分钟了，但是现在不要马上熄火，先把它弄大火，然后再把里面的锅子的温度稍微升高一点。这样子的话，等一下余热加热时候的效果比较好。大家有听到这个呲的声音吗？它的意思是就是有在做一点点的锅巴的状态。好，差不多1分钟了，我来把它关掉。好，剩下就很简单，继续焖，大概15分钟就好了。OK， 时间终于到啦，已经闻到这个香气味，那我们就打开看看。好咯，就打开咯。Hello YouTube，哦，现在打开了更香，好像有一点那个什么保养皮肤的感觉。这样子就可以看到这个米已经熟了。好了，那我来搅一搅，看看下面的状态。有，你看这个颜色，有一点点的锅巴，有这些才会更香的。而且这个红萝卜的橘色也很漂亮。对，说到颜色，这里还要加入，又差一点忘记了，你要加入绿色哦，就是四季豆，这个要加进去了哦。这个就是15分钟到了，打开搅拌之后就才加进去。然后，如果这边还是觉得不够温暖的话，你就直接再开火加热一下也可以。刚刚焖了15分钟，但是盖子一直关起来的，所以其实它保温的很好，所以打开时候还是看到很多冒烟。好了，现在就可以装盘了。OK， 这样子就有非常香喷喷的。叫什么 ？OK， キノコの炊き込みご飯完成啦！好了，现在就可以开始吃啦！哦，香喷喷，太棒了！那就赶快开始吃喽！漂亮的炊飯，试试看。ではいただきます。这个饭的口感刚刚好，就是不会那种黏黏的，它还是就是可以享受一颗一颗米饭，就是米粒的口感。刚刚那个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到，就是吃到这个金针菇就有这个脆脆的，饭就有吸收了很多菇的风味，加上奶油可以享受多一个比较西式的风味。然后这种脆饭可以一次煮多一点，每一份包起来冷冻保存也可以。想要吃的时候直接放入微波炉或者是电锅加热就可以了。其实我觉得这个炊饭已经很有满足感，捏成饭团然后带出去也是很好。希望大家享受轻松疗愈的早餐，谢谢。